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中秋节快到了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广式的蛋黄莲蓉月饼。广式月饼呢，做起来步骤稍微有一点多，但是并不是特别难。下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完成它。首先呢，就是要来做莲蓉馅儿，需要的材料有干莲子、盐、细砂糖和植物油。首先第一步呢，是把干莲子泡水，需要泡的久一点，大概6到8个小时。把莲子完全泡软，这样你可以把它掰开，查看一下里头还有没有莲心。即使你买的是无心的莲子，最好也是每个打开检查一下，有的会有这种残留的莲心，一定要去除干净。处理好的莲子呢，放入炖锅之中，加入没过莲子的清水，先大火煮开，然后转小火，要炖上大概2个小时，一直到这个汤汁变得浑浊，然后莲子的外形已经不太完整了，你可以挑一个尝一尝，口感一定要是非常软糯、入口即化的这个程度。然后呢，把莲子连汤一起倒入搅拌机中，汤汁需要能够基本上没过莲子，如果这个时候汤不够，你可以再额外的加一点水进去。水的量太少的话，在搅拌机中就不太好打。把莲子搅打到这样非常细腻的状态，然后准备一个不粘锅，把莲蓉倒进去，开中火加热。这个时候呢，把植物油先倒1/3进去，不停的翻炒，让莲蓉能够把油完全的吸收进去。这里用的油呢，最好是没有特别强烈的味道的植物油，我用的是葡萄籽油。等到第一次加入的油完全被吸收之后，再加入第2次。接着同样的再加入第3次，就是这样分3次的把油全部加进去。现在可以开始调味了。首先加一点盐，然后再把糖倒进去，搅拌让糖完全融化。这里我用到的盐的用量是稍微有一点多的，因为后面会加咸蛋黄在里头嘛，所以我希望这个莲蓉也不是单纯的甜味儿，让它有一点淡淡的咸的感觉，可以和咸蛋黄更好的融合在一起。就一直加热，然后不停的翻炒，让莲蓉中的水分彻底蒸发掉。你会发现莲蓉的质地变得越来越浓稠，最后呢，它会粘成一整块。你用锅铲这样翻动的时候呢，会发现整块的莲蓉会跟着你的锅铲移动，并且你可以感觉得到已经没有太多的水分在里头了。炒好的莲蓉呢，盛出来放在盘子中铺平晾凉。在等待的时候，我们来准备月饼皮。月饼皮需要的材料有中筋面粉、蜂蜜、食用碱和花生油。首先来讲一下这个食用碱，也叫碱面。注意它和小苏打不是同一个东西，用在这里呢是为了让面团更容易上色，最后能够烤出那个金黄的月饼的颜色来，但是它并不是必须的。如果你买不到呢，可以省略掉，只是月饼的颜色会稍微浅一点，对味道没有影响。首先把食用碱放在大碗中，倒入大概半小勺的清水，让它稍微溶解一下。然后把蜂蜜倒进去，再把花生油倒进去，用蛋抽搅拌，把这几样液体呢彻底的混合均匀。一般市售的广式月饼会用转化糖浆来做饼皮，但是这个转化糖浆呢不是哪里都能买到的，
然后经过我实验后发现，用蜂蜜代替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只是注意蜂蜜呢要选择这种透明、可以流动、没有结晶，并且没有太特殊的味道的。接着把面粉倒进去，用刮刀来搅拌，让面粉和液体在一起，均匀的形成一个面团。这个时候面团很软很粘手，我们需要让它醒一会儿再来用。取一张保鲜膜，把面团转移出来，放在保鲜膜上包起来。就放在一旁，室温下醒上大概1到2个小时。现在呢，要再来处理咸蛋黄。我建议大家呢用这种整颗的咸蛋刻出咸蛋黄来，最后烤出来的出油的效果会比较好。就直接把咸蛋刻在碗中，中间的咸蛋黄呢，它就是一个硬硬的这种球状。你要用水把它冲洗一下，洗掉表面附着的粘液和蛋白。然后沥干水之后呢，用厨房纸稍微的把表面擦干就好了，不需要其他额外的处理。现在呢，咸蛋黄、莲蓉和饼皮的面团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来组装月饼了。另外一会儿烤的时候还需要一些蛋液，这个待会儿再说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准备月饼的内馅儿。因为月饼需要用到模具，对于每一个月饼的大小重量要求比较严格，你需要一个厨房秤，可以精准的称量每一颗内馅的重量。放上一颗咸蛋黄，先称一称蛋黄的重量。我这个蛋黄大概有15克，那么呢需要补充20克的莲蓉，让它总重量达到35克。这就是一个50克月饼的内馅需要的重量。因为每一个蛋黄的大小会有细微的差别，所以你需要每一个蛋黄分别称量一下，然后再用适量的莲蓉来补足它的重量，让每一颗蛋黄加莲蓉都总重35克。这样一份一份的称量好之后呢，取一份莲蓉，在手上搓圆按扁，包入一颗咸蛋黄，用虎口处把莲蓉往上包，完全包裹住蛋黄之后呢，就搓圆。这个就是一份月饼馅儿就做好了。等所有的月饼馅儿都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称量月饼皮。每一个50克的月饼需要15克的饼皮，因为我之前给出来的材料呢是正好可以做24个月饼皮的分量，所以呢每一份15克一定要称得非常准确。现在分成小份的饼皮和内馅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先取一份饼皮面团，余下不用的先用保鲜膜盖起来，在手上搓圆按扁。这个时候面团应该不太粘手的，如果你感觉还是有一点粘的，可以在手上抹上非常少许的手粉防粘。按扁之后呢，取一份内馅放在中间，先把它倒扣过来，把这个饼皮均匀的倒扣在这个内馅上，然后再反转过来，用拇指边往下按压，另一只手的虎口处往上撸，就是这样让饼皮慢慢的爬升上去。到最后呢，可以在两边轻轻的搓一搓，让这个口越收越小。最后呢，再仔细的把这个收口处的饼皮捏合在一起，然后搓圆，这样一个月饼面团就做好了。包好的月饼要在表面撒上非常少许的面粉，用手搓匀，防止它们互相粘连或是一会儿粘在模具上。现在呢，先把烤箱打开，预热到180度，然后我们来准备烤盘和模具。这个月饼模具呢，就是长这个样子，一般会搭配几个不同花纹的塑料片，把你喜欢的花纹的那一片嵌进去，然后转一下这个手柄，让它卡住，固定好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取一个月饼面团，先在手上稍微把它搓成椭圆形，小心的放进模具中，让两边不要碰到模具的内壁，然后直接把它按压在烤盘上。下面我铺了一层硅胶垫防粘，你也可以用烘焙纸。压到底之后呢，再把模具轻轻的抬起来，这样一个月饼就成型了。
在按压的时候呢，一只手摁住模具，另一只手按上面的手柄。按压的时候力度要适当，不要太大力，太大力的话呢，月饼会从模具的下面溢出来。现在把月饼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180度先烤5分钟，让它先稍微定型。然后我们要来准备给它上色的蛋液，这里有1个蛋黄和1大勺的蛋清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拿一个刷子蘸上蛋液，然后注意呢，刷子要在碗边刮一下，让刷子上蛋液的量非常少。把烤过5分钟的月饼拿出来，在表面轻轻地刷上蛋液。大家可以看出来，刷上的蛋液的量是非常少的，如果太多的话，你会破坏月饼表面花纹的清晰度。就只要在花纹突出的地方薄薄的附着一层就行了。然后送回烤箱中，还是180度烤15分钟。出炉之后，把月饼马上转移到架子上晾凉。要让月饼先晾到完全冷却至室温的时候，然后把它放入保鲜盒中密封保存。这个时候月饼皮是干干硬硬的，并不好吃。你要放上1到2天之后呢，月饼皮会回油。回油之后的饼皮看起来是油亮的，并且质地很柔软，和里头的内馅基本上是一样的口感。这个时候再吃，味道才是最好的。掰开一个看一看，这样50克的月饼里头包入1整颗的咸蛋黄呢，它的比例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吃起来呢没有那么甜腻。如果你喜欢月饼甜一点呢，也可以不要用1整颗的蛋黄，而是每一个月饼中包入半颗就够了。只要蛋黄和莲蓉的总重量是一样的就可以。而且之前我说过的，用新鲜的咸鸭蛋刻出来的蛋黄包在里头，烤出来它会有这个出油的效果。稍微的挤一挤，就会发现蛋黄中能够渗出油脂来。自己做的月饼呢，吃起来非常放心，莲蓉中有非常浓郁的莲子清香，吃起来不会太油腻，也不会太甜。然后搭配中间这个新鲜的流着油的咸蛋黄，外面的饼皮还有淡淡的蜂蜜的香味儿，相信这样的月饼会让大家的中秋过得更加开心。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慢食慢语。每一集节目更新后，我都会把非常详细的图文的菜谱，还有各种注意的小细节发布在微博和微信上，扫描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可以关注我了。另外呢，去年中秋我做了一款苏式的酥皮鲜肉月饼，我会把链接放在屏幕的下方。喜欢我的节目呢，请在下面点赞。最后呢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咱们下周3再见。